这个水桶呢，因为在 Sketchpaper 上面下载的模型没有一致的单位，所以你有时候东西放进来会很大。那刚刚之前那一个鼓放起来就会很小，那个之后再做缩放哦。所以以后如果你是自己做的，不是下载 Sketchpaper 的素材的话，那你可以控制尺寸哦。那如果你是使用商城的，那商城4级。这些模型都是1:1哦，都1:1哦，它会遵循一些规则在做这个商城的素材，所以这个比例上倒是不会有问题，除非他那个作者忽略这件事，然后造成比例上的问题哦，那就另当别论。所以正常我们做东西都要1:1啦，哈，这个提醒一下。好，那我们要从无到有，所以这个场景我们也不要了哈，这个是没有存档的。那我现在建立自己的场景，所以从左上角的文件新建关卡。那这个关卡呢有4个哈，那这个是有现成的光照系统，然后有一个3，这个叫开放大场景，然后这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它空间很大哦，叫做空白的开放世界。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有一个地板，然后有光照环境都好的哈，这个我们也不用，我们要用一个全新空白的，那我们自己来做，你才知道说构成整个户外光照需要哪一些条件哦。那我们不需要这么大，我们选择空白关卡直接建立。那建立之后呢，他问你这个要不要存，这个我就不存，这是练习的，所以我不保存。好，那现在这是空的哦。那场景当中你可以从右上角看出一些端倪，就是它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个场景没有命名。那我们可以先命名哦，先命名，所以你可以先储存，保存当前关卡。好，保存关卡。那关卡的资料夹名称就是 Maps。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灯光哦，这个是灯光的地图。好，按下保存，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就相对应产生的 Maps。那首先我们把刚才下载这个 3D 的物件呢放进来之后，你会看到有东西，这是第一个预设的设定，它让你看得到。然后我现在再开一个新的，好，开个新的，然后把刚才的 Maps， 我刚刚有存对吗？我刚刚存错了哦，这个应该是在 Maps 里面哦，我现在把它手动抓进去，应该在这里，这样才对。好，那通常资源做完之后不要乱搬，要不然可能会造成一些连结上的问题。好，它预设是有光照模式，好，那正常这个场景没有光，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无光照，然后再来是选光照，你就看不到了。好啊，其实它有没有东西？有，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它有东西。哦，所以正常应该是这样哦。所以第一次它显示的时候哦，为了让你方便编辑，它的模型是可以让你看得到的。可是如果你把光照环境切成就是无光照再切回去的话，它是黑的，因为世界如果没有光是看不到东西的。那这个场景真的就没光哦，所以这样是正常的。那如果你想编辑，然后又没有光照的话，你可以把它切换到无光照的显示模式，它变成那种平光的状态，你就可以知道说哪里有东西，选取编辑会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再建立灯光。这是灯光的一些基本规则哈，没有灯光情况下基本上会看不见哦。那第一次建立的时候看得见哦，那如果你把它切换到无光照，再切回去，当然会看不见哦。那为了方便编辑，可以把它切换到无光照。那平常你也可以用线框来编辑啊，还有其他的显示模式，各位可以先看一下。那目前先认识光照跟无光照的编辑模式。接着跟各位介绍户外环境光照6要素，我们要还原出，我们开启一个就是初学者范本或者是一个新关卡，光线都好了，那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们要自己学会哦。好，那第一个太阳光。Unreal 这个环境就模拟我们整个真实世界的环境，我们生存在地球上，就是它模拟这个地球的光照环境，所以它会有个太阳，所以我们来找太阳。好，太阳在哪里？加号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建立基本物件，那光线都在这里，刚刚那几个大部分都在这边，有些在别的地方，那有讲到的记一下。定向光就是太阳光，那建立灯光有2种方式，第一个点击，它会放在哪里？预设的位置，并不会是000哦，那这个看你的习惯，我会习惯把它摆在000啊，000自己输入，那这个按钮就会回复到预设值的0，这样也可以。好，我会习惯把它放在000，然后把它拉高，这样。好，那现在光照到底有没有效果？你看不到，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没有光照，你把它切换到光照，就会看得到有亮了，对不对？好，为什么刚不会亮？是因为没有在光照模式嘛。好，那所以把它切换到光照模式，然后透过旋转，然后来转动。好，那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这个东西太大了。你看我这样动是很慢，我这样动很慢，然后我速度是一就是正常走路的速度。你如果这样动起来太慢，那代表这个物件太大了，好，所以我这样把它缩小一下，因为我们从 Sketchfab 上下载的模型都是比例正确，但是没有尺寸。好，那个尺寸到底，这样的筒子到底是1公尺，还是100公尺，还是1000公尺？所以这个我们就慢慢感受一下了哈。那现在我就把它缩小一点，我缩小 0.1， 那 0.1 的话就输入 0.1， 然后这里要输入 0.1， 要不然它变形。这样麻烦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是要1:1缩放的话，你可以把等比例锁起来，然后直接在一个地方输入 0.1， 这样那就是全部 0.1。Apple 看到它，来我们动一下，你看我这样在动，速度就比较正常。摄影机的移动速度1的话，就正常走路速度，这样动起来如果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就代表这个比例是正确的。那太阳建立完都会在这里你建立的场景任何东西都会存放在这边，所以你选到它相关的位置还有参数都会在这里。我现在选水桶，那它的参数就会在这里。所以这个是整个场景的大纲表，就是整个的物件的名称都会列表在这边。选到你要的列表，下面就是它的相关的功能，这一格是不一样的从这一条线我拉的这条线的下方才是这个物件的属性，然后这里面是它的元件的东西，更内层的东西先知道就好了。好，这第一个灯光好了，太阳光。那太阳光建立好了那太阳光建立完之后，这样的感觉就很像在外太空。因为外太空没有东西让它去反弹所以背光的地方就没有反弹光去反弹，所以会长这样子，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叫做模拟地球的环境这边有一个叫天空大气系统。那这天空大气系统主要是模拟我们的大气层，地球外面有个大气层保护着我们，给我们氧气，避免我们飞到外太空去，有没有？地心引力把我们抓住，那这个就是地球的大气。有这个大气，它就会产生背景所以我们看一下 Sky Atmosphere。好，它在哪里？一样在加号这个地方。从无到有建立东西都会在这个地方。视觉效果里面的天空大气。那刚刚提到我们建立物件有2种方式，第一个是点击，第二个方法是直接拖出来，拖到你要的位置放，就可以放到你要的位置，但是它也不会在000的位置。所以我们建立物件2个做法，一个是直接点击它放在预设位置，第二个是抓出来拖出来在你要的位置。那我这样拖出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背景有蓝天那我们看一下背景，是不是有蓝天？地平线以上会有蓝天，而且你可以看到太阳我找一下，在这里有没有？是有太阳。这个就是大气层，它模拟地球的大气层，所以这个由谁在控制？ Sky Atmosphere， 天空大气。英文你就对照这边我用的是中文版，那你如果觉得英文比较好阅读，你就使用英文版天空大气。它只是一个模拟一个背景而已，然后让我们看到太阳好，然后你要让它再有一个反弹效果的话，需要用到天空光，它是把光线反弹回来的一个功能这个是模拟大气层的效果然后背景有蓝天，然后看到太阳，然后有大气，然后这个是营造反弹光那你在做这个时候，你要勾选它的可移动性跟启用即时的捕捉。好，那我们看它在哪里？在建立面板光源的天空光照。好，那你要用点击的建立，还是拖出来的建立？随便你。好，拖咯，放。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看反弹光？暗部就不会是死黑，而是会反弹。那我把这个丢掉咯，丢掉。暗部是死黑。太阳光照到地方叫直接光照，照不到地方就是黑的，它不会模拟光线的反弹。那我们需要有反弹，营造自然光照效果，就需要这一个功能叫做天空光照。你也可以直接点击，它放在预设位置，但是我会习惯点击完把它归零。这个也是点击完把它归零，然后依序把它往上拉。这样我在选取上比较方便。那有些东西重叠你会不好选到它，透过右边的 outliner 来选取。好，这个我排在第2个。太阳光呢，在这里，我 F 看到它在这里，怎么跑那么远？好，重设一下。好 F 再看到它，好，远一点。这个东西你要摆在哪里没关系你只要好选择就好。但是我会习惯把它排在000，然后排在同一条直线上。我在选取上我会比较好找，比较方便控制。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建立了3个，第一个是太阳光有光照了，再来背景是黑的，我们要营造大气的蓝天背景，并且看到太阳，就需要天空大气系统。那有了这2个，它的反弹光还是没出现，所以我们必须把天空光建立出来，让它把大气的光线反弹回去，营造出这样的反弹光效果。接着讲第4个指数高度雾，它可以营造雾气的效果，然后并且让地面有颜色那这边你看一下地板黑的我们从地平线以上才会有大气的蓝天，地平线以下是我们要自己建地形、建地板来制作的那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加了一个叫做指数高度雾的话，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效果在这个地方它一样是视觉特效，有一个叫做指数级高度雾。好，我点击，你看地板是不是有蓝天呢？我现在还原这是使用前，地平线以下是全黑那我现在建立指数级高度雾，你看地板以下就会有东西了好，那这个东西我一样把它归零，并且摆在这个上面，这里怎么摆都可以，自己方便编辑就好，就会有一个高度雾那这雾气待会我们只要把光的一些特效带进来就好了好，所以这个待会再说那体积云的话是营造这种云那我们看一下，你看现在的蓝天天空非常的清澈，万里晴空，没有任何一朵云如果你觉得这样很假的话，那我们加上这个算效果，你加不加都没关系。它在哪里？好，一样在视觉效果里面有一个叫做体积云，对吧？好，点好，有没有看到云？有看到云这里，然后之后可以让它会动会飘OK 好，那这个我们先不理它，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的户外光照5个建立完，那第6个属于后置特效，控制光照的效果，这个待会再讲。我们现在5个先就定位那现在就定位完了之后，就会有这样效果那我们需要有个地板，它才能够有投影那地板我们这边有没有其他物件？我们只是从 Sketchfab 下载这个而已，有没有其他物件？没有，这是临时的这是我们的地图，就这样而已我也没有载入初学者内容包，没有好，所以我怎么建立物件呢？在 Unreal 里面呢，它会有基本物件，你不用到 Maya 3D 软体去做，它这边有 At 跟其他的。那 3D 的模型这边有个形状，有方块、圆球、圆柱、圆锥、平面它也可以建模。那这一块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说好，那我们先建一个平面，点击。好，那我要放在世界原点000这个我放在000，这样你比较好对位啊。那我从这边来找，因为这边被遮住了，所以透过这边找到 Plane， 透过缩放。你也可以透过这边有参数化吗？没有，它没有参数化，它没有长宽高那样参数化没有，所以我透过等比例我放大100倍，好，地板就有了，这就是我的地板你要材质的话，可以自己建立一个材质把它放上去，这样也可以然后这个太阳光，那角度转一下 WER 控制一下太阳光照，我现在改变一下角度。好，有没有看到太阳光有一个斜斜的角度，有影子的？你如果没有地板，会不会有投影？不会，一定要有一个介质在那个地方才能够接收投影，对不对？所以要建个地板好，那这样整个户外光照的环境基本上就定位了。这边有补充一下如果你载入的是刚才另外那个鼓如果你载入是这个，那刚才我们把这个鼓丢进来，是不是一堆物件、一堆零件，对不对那这边有解法如果你找到是这个东西，要注意一下。那我这个地方我一样用这个名字来命名，然后这里建一个资料夹，建资料夹是为了分类，然后以后你要删就这个资料夹删掉，就不会搞混了这个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习惯了好，那我选择这个source 这个，好，我点注意这件事好，刚才我从这样我都没去改，输入进来就是一堆零件。那我希望它是一个物件注意一个物件，那怎么办？在高级选项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合并网格物件，这个打勾，它就会把很多零件变成单一物件。一辆车好了，那个车明明看到是一个物件，可是那个车有车轮、有车盖、有玻璃，它可能当初作者在做的时候没有合并起来，那要看作者当初怎么做的那所以
如果你下载是那个模型，那请勾合并网格体。好，我现在导入咯，好，导入。那它会弹出这个讯息视窗，就有一些错误。我们先不管它有问题，我们再来说。好，这个我关掉。好，有没有看到一个物件一个材质？这个叫材质啊。贴图呢？贴图没有哦，所以你要再导入去找什么 texture， 然后再找这个，这样 OK 然后自己再连起来。如果你用 FB 是这样，那如果你用 GLTF， 你用是这个，那就会省下这个步骤。所以这不同格式你多认识的话，可以让你省下一些时间。那我们建立这5个光线物件之后，这个整个光照效果就还蛮自然的当然我们再加上最后的曝光控制就是后置特效处理体积就会比较正常所以这个光照的技术呢，在 U15 呢叫做 Lumion 全域光照，然后它包含了反射系统，这是 U15 新增的。如果你用 U14 没有，也不会这么漂亮所以用 U15， 然后这个功能整个光照就会很漂亮好，所以这个技术叫做流明Lumion 就是这样的光照效果。OK， 好，那这里再补充一下，调整光线会影响到阴影那光线主要来源就是太阳光而已，整个这个地球的照明都是来自于太阳就是它，所以调整它就是透过它来旋转。那这样转的话会比较麻烦，有一个快捷键大家可以记一下Ctrl 加 L 压着，然后动滑鼠就好了。上下动是改变它的时间，那你左右动改变方位，左右移动滑鼠。那我上下动，上下动，你会看到太阳。我转个角度给你看有没有看到太阳？有看到太阳日出了？有没有？好，再上升，再上下动是太阳，现在跑到中午了，然后继续往上动，继续往上。它有时候转不过去你可能要转个方向。好，左右动改变一下方位。这是 Unreal 控制光线一个很直观的方法Ctrl 加 L， 然后移动滑鼠，上下移动是时间，左右移动是方位，就是太阳是在东边还是西边那个方位，看你的世界的东边是定义在哪里好，利用这个方式可以很直观的控制光照的角度。 OK，接着补充天空光，天空光的话要做这2个设定，要不然你的四部左上角会问你说要建构光照，因为它不即时，我们用的是即时的光照效果。我现在目前的这个电脑这边是没有显示红色啦那如果你没有开这个的话，可能会显示那我们看一下，我这边选择这个 Skylight 不要选错咯，选到它再确认你选的东西，然后在下面这个地方应该是太阳光吧，太阳光你动到了。如果是静态的，那这边就出现这个它需要建构光照，因为它不是即时的，然后会有这个东西，阴影下面会有一个叫做 Preview， 预览Preview， 预览代表它的光不即时那我们现在是用 Lumion 这个即时光照的技术，所以我们都是即时的那如果你电脑是比较旧的，没办法跑这种即时的，你就用手动这样。好，那手动的话，这边我们后面再来介绍灯光的类型。灯光有静态、固定跟可移动。那静态就是死的，就不是即时的。那固定是介在2个之间可移动就是它是动态即时的。所以固定是可以可移动也可以。所以如果你的左上角有出现这个光照需要重建代表你现在不即时，都要透过建构光照，就要算光才会看到真实的效果所以这个我会先把它排除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通通用即时的，你可以用固定也可以用可移动，就是把这个字拿掉然后在反弹光的地方也是就是我们要把它变成固定的固定的，然后有一个叫即时捕捉或捕获你要勾选可移动，你要这个也可以。好，那我们就固定这个吧，固定是介在这2个之间那你可移动是绝对都是移动的然后勾选这个即时捕获，你注意看这里的效果好，即时捕获，你待会改变光线它会即时更新这个功能是这样，所以这个要勾，这个要勾，这样补充这个，然后让你四部左上角不会出现任何一些红色的文字警告讯息。OK。